台湾这座美丽的岛屿，超过70%的面积被山林覆盖，但在这些蓊郁翠绿的背后，隐藏着一些不该被踏足的禁地。你听过魔神仔吗？一种会牵走人心智的古老精怪。你又是否看过那个在 V8 摄影机中对着镜头露出诡异微笑的红衣小女孩？等倩倩，她先不要。深呼吸。好，我们要理性、务实、科学。这起事件有很多疑点可以被解释的。大家好，欢迎来到不科学研究社。我是坚信宇宙万物都能用科学解释，但对特定民俗传说有点过敏的灰仔。我是喜欢欣赏科学在无法解释的现象面前显得苍白无力的真解。顺带一提，他的过敏症状通常是结疤和盗汗。今天我们要解密的就是这起震惊全台湾、日经人事悬案的红衣小女孩事件。这不是故事，而是真实的影像记录。时间回到1998年3月，一个贺姓家族一行20多人兴高采烈地前往台中北屯区的大坑风景区登山。他们用当时最流行的 V8 摄影机记录下了旅途中的点点滴滴。从影像上来看，就是很正常的家庭录影带啊！等等，后面没错，一个穿着红色衣服、身高约100公分的孩子，但你看他的脸，一片青黑，双眼凹陷，甚至有人说他在对着镜头笑。好哟，你不要讲得那么细节啦。这有没有可能是其他游客的小孩刚好走过去，不小心被拍进去了？山上小孩乱跑很正常的嘛，对吧？很好的问题，但疑点重重。第一，这个才子只出现在这几秒的画面中，仿佛凭空出现又凭空消失。第二，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在这趟旅程结束后不久，影片中一位身体硬朗的成员突然生了重病，原因不明，最后不幸离世。家属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才第一次看到这段录影带。他们将带子寄给了当时台湾最火红的灵异节目《神出鬼没》。1998年11月，影片播出，电话被打爆，全台湾都陷入了恐慌。当时的报纸杂志用生动的标题报道，校园里、办公室里，所有人都在讨论那张青黑色的脸。这个穿着红衣的身影，从一个家庭的私密影像一跃成为全台湾的梦魇，并从此有了自己的名字——红衣小女孩。OK， 我知道这件事很轰动，但影片一出来，大家立刻就把它跟台湾版的魔神仔传说绑在一起。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魔神仔到底是什么？很好，你终于问到重点了。魔神仔台语读作模型呀。根据清代文献《太阳笔记》记载，它并不是鬼，而是一种存在在山林间的精怪。它们有几个非常经典的特征：第一，迷惑人心，让人不知不觉跟着它走；第二，偏好老幼，专挑精神或是元气较弱的人下手；第三，
恶作剧行为。他们会请人吃东西，但事后发现所谓的佳肴其实是泥土、昆虫或牛粪。等等，人在山中没路，脱水或体力不振，本来就容易产生幻觉。吃昆虫补充那替代性蛋白质，我可以理解，但牛粪……那你怎么解释为什么从北到南这么多不同地区、不同年代的受害者描述出来的幻觉内容却惊人的相似，都指向一个带路的小孩？红衣小女孩的出现完全符合魔神仔的财童外形特征，与其说是巧合，不如说是唤醒了大家对这个古老传说的集体铭记。我突然觉得，我们录音室的灯是不是有点暗？我们现在进入下一个章节。如果红衣小女孩只是一次性的影像失误，那故事到这里就该结束了。但诡异的是，自从1998年后，类似的目击报告从未停过，甚至地点遍布全台。我们刚才提过，2014年屏东一位阿嬷在山区走失5天后被寻获。她清醒后坚持自己是跟着一个穿着红衣服跑得很快的小女孩才会一路走到深山里。这可能是阿嬷年纪大了，记忆跟幻觉混淆啦。当老人看见奇怪的东西，科学称之为幻觉；当科学家看见奇怪的东西，他们称之为量子现象。真方便。那换个更具体的案例，地点甚至回到了大坑。2009年，一位独自爬山的林男子失踪，家属报案后，搜救队连找了7天都一无所获。大坑山区地形复杂，这是有可能的。但诡异的是，第8天，林先生自己走下山了。他神情恍惚，说被一个小女孩带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每天都有人给他3餐，但吃起来都像是酸掉的饭菜。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听到家人的呼唤声，才惊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一个瀑布旁的草丛里，而那些饭菜只是散落一地的枯叶和昆虫。这个故事不行，这是典型的脱水和低血糖症状，会导致神志不清和味觉错乱。搜救队的声音也可能是他把远方的声音哼听成家人的呼唤，这是求生意志的展现。是吗？那他如何解释自己能在没有专业装备的情况下生存了7天？山中的夜晚是很冷的。证据与否存在，跟我们看得到看不到是2回事。好，先不论那些，我们来谈谈可验证的。红衣小女孩已经从一个灵异事件变成一个文化符号，甚至是一个电影 IP。第1集还不错，第2集就有点……可以先让我把迷因传播与社会性焦虑的理论讲完吗？你这样会打断我的学术思路啦。请便。总之，原始的影像可能只是个巧合，但经过媒体渲染、网络传播、电影改编，大家不断为它添加新的设定，最终创造出一个远比原始事件更恐怖的文化怪物。我倒认为电影的成功恰恰证明了这个形象触动了台湾人对山林最原始的敬畏。它不是好莱坞那种张牙舞爪的鬼怪，而是利用了家这个概念。电影的角色往往是因为心中的愧疚或亏欠，才被魔神仔趁虚而入。这份恐惧其实是来自于我们自身。好啦，轮到我的回合咯。不负有虎，我们来总整理一下科学上的可能性。第一，摄影器材限制。
1990年代的 V8 是 CCD 感光，解析度极低，而且更重要的是，原始的 V8 母带从未出现过。现在流传的都是经过电视台转录，再被翻录成录影带，最后数位化的版本。每一次转录都会产生所谓的世代失落，画质劣化，产生残影，都是正常的。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讨论半天的只是一个画质很差的盗版影片？我是说原始证据本身有瑕疵。第二，心理学效应，那张黑脸就是典型的空想性错视，我们的大脑会自动把模糊的影像脑补成熟悉的样子。第三，逻辑谬误，成员的死亡跟拍到影像只是时间上的相关，不代表有因果。你的报告很精彩，辉仔，完美的解释了一张马的照片为什么不是独角兽。但问题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一匹突然出现在锁上房间里的马。那家族的成员的死亡呢？这又是哪一种美丽的巧合？这是最典型的后此谬误哎！就像我每次更新完程式码，伺服器就刚好挂掉一样，那不代表是我的问题啊，应该不是吧？总之，人的生老病死很正常啦。科学解释很精彩，但它们就像精美的拼图，却始终拼不出事件的全貌。或许真相并不是鬼神，也不是巧合，而是更黑暗的阴谋。你又想提你那个阴谋论了？想想看，大坑山区在戒严时期周边有多少军事设施？甚至有人说山里曾有过秘密的化学研究设施。如果魔神仔或者红衣小女孩只是一个官方制造出来的烟雾弹，用来吓阻民众靠近某些敏感区域，那些所谓的失踪者会不会其实是闯入了不该去的地方，而被人间蒸发了？这比魔神仔还可怕耶！你没有任何证据，难道我们以后去爬山，除了要小心魔神仔，还要小心被查水表吗？用一个鬼故事来掩盖人为的处理，成本最低也最有效。秘密之所以是秘密，就是因为它没有证据。今天真的资讯量太大了，从 V8 影像、魔神仔传说、后续募集、文化影响，再到真姐的恐怖阴谋论，我的大脑已经快要宕机了。所以荧幕前的你是怎么想的？红衣小女孩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A. 低解析度影像造成的集体误会。 B. 台湾本土真实存在的精怪魔神仔。 C. 用来掩盖真相的官方阴谋。 D. 其他。好的，请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你的选择与看法。如果喜欢我们今天深度的解密，也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拜托多一点人订阅，阳气会比较旺。下次去登山，记得不要走在队伍的最后一个。